你要我把那2000两银子给你？不是给我，是借给我做棉花生意。入秋之后，我连本带息一起还你。不行，不行，咱们娘俩以后得靠这笔钱养老呢，说什么都不能动。养老，这2000两银子哪儿够啊？我算过了，把不用的丫头跟小厮都打发了，我自己再绣绣花，打打结子，再加上那50亩地，你、我、张妈能过下去。那还不如借给我搏一搏呢。2000两变4000两，4000两变2万两。不行，为什么呀？你祝英素刚亏了一大笔钱，不能由着你再折腾下去。我这次有把握，一定不会亏。我本来就不舍得你抛头露面，现在看来，你也不是做生意的材料，你就别那么辛苦了，跟着我老老实实过日子啊！娘，我求你了，把那2000两给我吧。你说啥我也不会给你。周莹，有句话我早就想跟你说了，你要愿意留下，咱们娘儿俩就相依为命一辈子。你要不愿意，想另寻生路，我也不会怪你，毕竟你还年轻。娘，你这是要撵我啊？不是撵你，东院不是以前的东院了，没必要再拖着你。这以前东院有钱的时候，你们撵我，我就没走。现在东院没钱了，我更不走。少奶奶，你蹲这儿干嘛呀？发愁。怎么了？这夫人修的啊？是，让我拿出去换点钱，贴补家用。这以前夫人何尝会将这些碎银子放在眼里？唉，是啊，夫人虽不是官宦出身，但从小到大也是养尊处优的，从来没为钱发过愁。绣花都是为了打发时间。现在倒好，落得如此境遇。张妈，我想求你个事儿。什么事儿？张妈，你太厉害了，你怎么找到的？我跟了夫人几十年，她的东西藏哪儿，我还不知道。谢谢你啊，张妈。少奶奶，从你拉拢2爷、4爷，帮助夫人起，我就看好你。你可千万别辜负我啊！不枉我帮你这一回。放心，这2000两我一定能翻本。可如果夫人发现了，就按照我们之前说的，全算我的。王志军，小五过来。对。2000两银子。哪来的？3元典当行70%的股份。夫人不是不同意吗？我让张妈帮我偷出来的。偷出来的？张妈为什么要帮你？
我说服张妈，与其坐吃山空，到最后走投无路，还不如一起赌一把。赌赢了，说不定还能重新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呢。张妈这么仗义，她那不是仗义，是聪明。以前在东院，她也算是半个主子吧，那是要钱有钱，要威风有威风。你看现在，比老妈子还累还苦。所以张妈愿意跟我一起赌一把，赌赢了，她可以重新过上不愁吃穿的日子；要输了，她也没什么损失呀。可夫人发现了怎么办？所以，现在的当务之急，是你们必须尽快把这银子给全部给花出去。尽快？怎么花呀？请赵大人做主，为民妇做主。周莹，你婆婆状纸上所说，可是事实？是，句句都是事实。赵大人，我错了，请你责罚。但我现在还不出来。为何？我订了2000亩棉花，那2000两银子，连同典当土地的银子，我都交了棉花定金了，现在一文都不剩。赵大人，我这有详单，你看了就知道，我所言不虚。啊，在这儿呢。你把那50亩地也拿去当了。娘，消消气。你是存心不让我活呀？没有银子，没有地，我要怎么办呀？周莹，你可知道偷盗2000两白银乃是重罪，怎么也要关上1年半载。我知道，但如果你现在把我收监了，反而是害了我娘。娘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在此立字为据，3个月之后，我连本带利还你2400两银子，那50亩地也完璧归赵。若3个月还不出来呢？我自己到衙门投监，要打要罚，绝不皱眉。你要是骗了我呢？这样，我请赵大人为我作证，我一定信守诺言。赵大人，可否？放肆！你拿我赵白石当什么人？为你作保担责？当初若非赵大人教导，我怎会突然醒悟，一把火烧了那罂粟？所以你当保人理所应当。周莹，你行为不检，目无尊长，视法纪为无物。今日我若不再重罚于你，整个泾阳的风气将被你败坏。来人，来，将民妇周莹拖下去，打3大板。别打！赵大人，我撤诉了还不行吗？你想告就告，想撤就撤，你拿我这县衙大堂当什么地方？赵大人，你看我娘都说不告我了，你就饶过这一次吧。啊，赵大人，哎夫人，这3板下来，寻常男子都难以经受。我这么做，的确是用心良苦。你火烧罂粟，赵某佩服不已。虽说你心有良知，但如果不及时匡正，很容易走上邪路。所以，我打你这3板，就是希望你能痛并思痛，从此收敛心性，走上正路。赵大人，谢谢你刚才打了我。
但却不是你刚才那番道理。那是什么道理？我偷我娘的银子，虽然情非得已，但也是错的离谱。你打了我，我屁股虽疼，但我心里却松快不少。我娘本来恨我入骨，但你将我打得如此之惨，她的恨也变成了心痛，也让我心里十分受用。我也可以大显身手了。嘿，3板子换吴家东院一个东山再起，我觉得还是挺值的。看来我的苦心你根本没有领悟，我还得再劝劝你。哎，你不就想说那个非什么那个误什么吗？别劝了，我这辈子也改不了了。哎呦，太疼！啊！哎呦，娘，我缓过来点，我们回去吧。不打紧吧？哎呦，要不要去看看梁大夫？不用，我自己有偏方，专治跌打损伤。要不要喊点轿子来？哎呦，我这样子哪里还能坐轿子呀，娘！哎呦，春心，来，扶我起来。哎呦，不行，等一下，那个烦。赵大人，把你这凳子借我使使。春心，把我抬上去啊！来，腿，把我腿扶上。哎呦，轻点！啊！王世军叫不起来。启动，回府。哎，慢点！哎呦，轻点啊！轻点，稳点。别晃！来，小虎。哎呦，别接！疼死我了！轻点，来，轻点，稳点。哎呦，别晃，稳点，别晃啊！慢点。疼吗？你也是为了吴家东院，为了能让他以后过上好日子才这么做的。他居然还去县衙告你，还让你挨板子。没事儿，这3板子既打不死我，也打不残我。少爷一走，孩子一掉，说白了，你跟东院也没什么瓜葛了。少奶奶，要我是你，我就走，反正一身的能耐，走到哪儿也饿不死，何必守着这个烂摊子？可她是吴聘的娘啊，这是吴聘的家呀。我走了，她怎么办？这个家就再也没希望。你对少爷的感情真是太重了。奖励而不费力，实乃商界效仿之榜样。童老板，这位就是我们家少奶奶。童老板，在下童敬夫，昔年与吴聘少爷曾就有过数面之缘，可惜天妒英才，敬志永绝。今日得见夫人，顿感欣慰。吴聘生前对童老板也是赞誉有加，称先生业商而无市井之气，讲义而不费力，
实乃商界之效法之榜样。今日得缘一见，也是我的荣幸。哪里，夫人过奖了。在下志不足以全变，勇不足以决断，仁不能以取喻，将不能有所守，不过侥幸度日而已。先生上意。童老板，我们少奶奶啊，那个童老板，我也不绕圈子了，您这趟来是来收棉花的吧？关中所有的棉花现在都在我手上，只要童老板价格公道，我愿意全部出售。童老板，您请坐。那个童老板，我正好带了一些样品来，要不您先看看？请问夫人有多少这样的棉花？至少80万斤。太多了，我用不了这么多。那您要多少？最多20万斤。价格要是公道，我可以勉为其难，再多要20万斤。那童老板觉得什么价格算是公道呢？我在其他地方收棉花都是50文一斤，我与泾阳有感情有交情，60文吧。童老板，我这棉花120文一斤。夫人，你是在说笑吧？去年棉价大跌，关中一半的棉农都改种了小麦，而直隶湖广那边的棉田又遭了殃，几乎颗粒无收。物以稀为贵，再加上我这品相，怎么都值120文一斤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夫人呐，我在其他地方收了这么多年的棉花，也没操出100文去呀。哈哈哈哈哈！童老板，水涨船高，您今年的府部也一定能卖个历史最高价。80文，你这80万斤棉花我全要了。不行，那就拉倒。为了表示我的诚意，这样吧，若是80万斤您全要了，我让你5文，115。夫人，实在不好意思，这生意没法做了。没关系，我相信过2天直隶湖广那边的棉商都要来泾阳，到时候我这棉花150文一斤也不是不可能。哦，对了，童老板，您订的回武汉的货船好像还是80万斤的仓位，初8就必须启程，看样子这趟您得空手而归了。夫人，请留步。童老板，夫人，再让一点吧。这样，那如果一手交钱一手交货，就110文。成。童老板，沈心怡，你怎么回到这儿来？我来是来跟童老板谈生意来了。在下沈心怡，沈氏棉花行的2掌柜，泾阳沈家少东家。原来是沈少爷。
失敬失敬。今年我爹派我来拜访你。童老板，既然我们价格已经谈好了，那就签约吧，我也好安排交货。哎，好，这边请。稍等，童老板，我刚才好像在听你们说，今年的棉花卖110文一斤，还说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巧了，我现在手上就有80万斤棉花要卖给你，品相上好，我定的价格呢也是110文一斤的，但是我会给你7天的账期，不用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的。沈星移，你哪来的80万斤棉花？关中所有的棉花可都在我手里。你别管我从哪里来80万斤棉花，只要童老板愿意跟我合作，我们沈家一定是到期付货的。我看你是存心来砸场的吧？我是存心来跟童老板做生意的。童老板，我们进屋聊。哎，童老板，你不用跟他聊，我给你105文，我们马上签约。好，我也出105文一斤，7天账期不变。100文，我也出100文，7天账期不变。哎！她真是我们家东院的少奶奶，如假包换。哎，男女授受不亲啊！放手啊！放手！沈少爷，你想要干嘛？你不让我做成生意，我就不让你做成生意。你觉得你这招管用吗？目前看来挺管用的。大不了我这生意不做了，我让给你，我看你到时候拿什么交货。大不了我高价去汉中收货，我亏就亏点儿，但是我能看到你血本无归，我很开心啊。沈星移，你真是损人不利己。我就这德行。你要想撵我走呢，倒是有一招啊，把你所有的棉花80文一斤卖给我，我再100文转给童老板。做梦去吧你！既然你要这么说的话，你出多少钱我就出多少钱，我还比你多一个账期。我相信人家童老板怎么都是选我不选你啊。哼，你能给账期，难道我就不能？你还真不能。我都已经打听完了，你跟人家棉农呢，只是付了一些定金而已。人家一旦交货，3天之内你必须要付清全款，否则你要双倍赔偿。你地都当了，哪来的银子呀？所以你要跟童老板一手交钱一手交货吗？哎，你就不要那么固执了啊！趁现在棉花出价还不算低，把所有棉花卖给我，否则我跟你血拼到底啊！哎呀，你想想看嘛，65文一斤进的棉花，80文一斤卖给我，从我这就挣15文了，加在一起轻轻松松1万多两银子到手了。我辛辛苦苦3个月，才赚15文，你一转手就能赚20文。那分级过秤打包装车不要成本的，5文都不止啊！成交。这就对了，早说嘛！你走，轻点解释。你又气我你！童老板，我退出，接下来的事情你和沈少爷聊吧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啊，没事，童老板，我们继续聊我们的生意。还没完呢。是还没完呢，我们还有个赌局呢。童老板，去掉所有成本，盈利8000两。唉，本来应该赚2万两的，生生被沈星咬了一大口子。
我们实力不够，能赚这么多已经不错了。是啊，按成本算，沈星移其实只赚了2成，而我们赚了1倍还多。哼，这仇我一定得报回来。其实沈星移并不是赚的最多的。还有谁？我听说今年府部也涨价不少，那个童敬夫至少赚了有3万两。这么多？你自己算呀，1斤棉花5尺布，这中间多大利润？哎，西院的布庄和中院的土布作坊现在是个什么情况？好像都不太景气。小五啊，哎，你赶紧去把明年的棉花定下来。行，我明天就出发。如果我没估计错的话，沈心怡的人应该已经动手了，所以你现在就得出发。好，我现在就去。哎，不要和他们硬抢，只要能定下去年1半的棉花就行。明白。奶奶，夜点来了。哎呦，我在这油茶里啊，给你加了点鲜杏仁，清肺的，你尝尝哈。真孝顺。你坐下，陪奶奶说会儿话。去。你爹今天来看我啊，10句里面有9句都在夸你，是吗？他夸我什么了？你给我说说呗。说你现在跟换了一个人一样。星儿，今年的棉花是不是赚钱了？是啊，比去年赚的还多点呢。看你爹笑眯眯的，我就知道赚钱了。四海说了，赚钱多少不重要，重要的是他看现在星儿，眼光啊、胸襟啊，都跟平常人不一样。说他不能赚小钱吧，他能赚大钱；说他不能冲锋陷阵吧，他可是个帅才。你爹说你是个帅才，星儿，老爷能说出这样的话，那可真是不容易。哎呀，那我早就说过，只要星儿开了窍，那比谁都强。哎，我挣的这些银子啊，其实还不算什么。另外还有一个人啊，2000两银子的本金啊，一把赚了1万多。谁呀？你们不认识。人家能有这种能耐，星儿，那以后啊，好好的跟着人家学着点啊。我不仅要跟他学，我还要跟他斗。娘，这是借你的2000两银子，这是给你的利息，这个是给你的分红。干嘛还要给我分红啊？以后但凡我挣了钱，我都给你分红。为什么？你是我娘啊，我孝敬你是应该的。可我不是你亲娘。你是吴聘的亲娘，那就是我的亲娘。怎么啦，娘？这么重，你真是我来拿。这些钱，你收着。
这些东西呢，还值点钱，是当还是卖，你看着办。以后你想做什么生意就去做，我就把家给你看好。娘，你放心，我一定不会把这些银子给亏了。我相信你，收起来，啊，放好，收起来。娘，你快过生日了，我想给你好好操办一场。哦，不用。虽然说今年你挣了点钱，但往后要花钱的地方更多，我能省几个算几个。不，这生日一定得办，而且要大办。哎，先收着，收着啊！来，把钱收好，把钱收好。微微是吧？说你是小黎叔的妹妹，我真的一点儿也不敢相信。你哥哥身上的优良品德，为什么在你身上连个影子都看不到？你说你是欧阳的未婚妻是吧？如果这是真的，我真的替欧阳感到悲哀。你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你信不信我把你嘴撕了，把你店砸了？微微，可以了，过分了你。你有钱怎么？有钱你就可以目空一切、无法无天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钱不是你挣的，是你爸爸挣的，你爷爷挣的，你哥哥挣的。你不但不感恩，你还飞扬跋扈。你应该感恩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应该有一颗敬畏的心。哥，你听见他说什么了吗？他在教育我呢。什么玩意儿你就出来随便教育别人？哎，你们俩脑袋是不是被门给挤了呀？跟这种踹了自己男朋友，然后出来到处勾引有钱人的贱女人在一起吃饭，你们俩怎么想的呀？没有人教育你，我教育你。我撕了你的嘴！回头到我公司当秘书长。滕元君，嗨，再来一壶。这一壶酒是我请你的，喝完了赶紧回家吧。滕元君，年纪大了就变得啰嗦，会招人讨厌的。すいません，我们已经休息了。啊，我找他。啊，谢谢。
齐云，我们回家吧。回什么家？我没有家。齐云呐，大晚上的，一个人喝得烂醉如泥，太不像话了吧？我丢你脸了？如果你觉得我丢了你的脸，我们可以离婚啊！我举双手赞成。孩子们都大了，就算离婚也不会影响他们的。你就答应吧，放过我，也放过你，好吗？齐云呐，你就死了这份心吧，我不会跟你离婚的。我知道，你不离婚，不就是因为财产和股份吗？就算我分走你一半财产，我也拿不走你对欧氏的决策权，我不影响你对欧氏的掌控啊。我再跟你说一遍，齐云，你喝多了，我送你回家，好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折磨我？你到底要折磨我到什么时候啊？啊？你是不是要看我死啊？这样的日子干嘛要过下去？还有什么意义呀？你能不能小点声？这是公共场合。跟我回家。我不会，我没有家。进。欧总，房子的事情已经帮您办妥了，这是租赁合同和钥匙，行李也帮您搬进去了。嗯，那我就先出去了。嗯。喂，是我。什么？理由呢？通知各部门主管，15分钟之后开会。通知欧阳务必到，就说我说的。今天把大家叫过来开这个会，主要是讨论一下欧阳欧副总裁想要开除销售部陈经理的问题。刘经理，你作为人事部的主管，请你向大家宣读一下，公司在有关于劳动合同期间内，用人单位可以单方面解除劳动关系的条款，看看陈经理是否具有被开除的理由。好。严重违反集团规章制度的，严重失职、营私舞弊，对集团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，劳动者同时与其他用人单位建立劳动关系，并对本单位的劳动工作造成严重影响的，或者经集团提出拒不改正的。欧总，以上就是。好，那请你们人事部告诉我，陈经理在最近的1年工作表现中，有没有存在严重违反公司规章制度的情况？
没有，陈经理一直保持全勤，从来都没有无理由的请假、旷工或者早退。张总，你是销售部的主管，请你告诉我，陈经理在你们销售部的工作中，有没有严重失职、营私舞弊，或者给集团造成了重大损失的事情？欧总，陈经理负责的团队一直是我们销售部的明星团队，连续2年在业绩增幅方面超过30%。他这个人我是了解的，对工作既认真又负责，经常带着底下的人加班研讨销售策略。就是这种情况，我个人就见到许多回。陈经理，那就是你最近准备跳槽离开欧氏了？首先，我感谢张总还有刘经理对我工作的肯定。我实话实说，确实有几家猎头公司向我发出过邀请，但是我也一一拒绝了。我可以公开我电脑里面的邮件信息，还有我手机里面的通信记录，我也接受一切公司对我的正当调查。但是我只想表明一个观点：我认为欧氏是国内一流的化妆品企业，在国际上面也有一流的知名度，所以我一直以在欧氏工作为荣，我从来没有要离开欧氏的想法。谢谢各位。那么，欧副总裁，我想请问你，你以什么样的理由要开除公司的这位工作勤勉、遵守各项规章制度，并且忠心耿耿的员工呢？我们欧氏集团能有今天，靠的是什么？是规则。如果我们滥用职权，在管理中掺杂个人情感和恩怨，仅仅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一己私欲，而不把集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，那么他就不配在集团待下去。不管你是谁，我都会请你第一个走人，明白吗？明白吗？明白，明白。好，可以散会了。你这样带着情绪打拳，很容易受伤的。怎么，你有心事啊？过来，陪我练2招。
你有强迫症啊？你还可以再快点。我给你3秒钟，解开我这个锁。1、2、3。只要会你这招，先破了我这人再说。疼啊！说说吧，你到底有什么心事？你怎么看我姐啊？哎，跟你说话呢。你姐怎么了？她今天竟然为了一个小小的陈哲，当着公司所有高层的面，让我颜面扫地。说实话，开除陈哲这件事儿，确实是你做的不对。咱先别管谁对谁错，你不觉得哪儿不对劲儿吗？我倒是觉得你姐最近状态不是很好，她已经好几天没去公司了，而且也好几天没回家了。你怎么知道这么清楚？你别忘了，我的工作就是负责你们家每一个人的安全。刘经理，鹿岛那边项目进展的怎么样？哦，鹿岛这个项目目前已经搁置了。为什么？今年集团在上海和杭州连续落成了2家酒店，咱们公司目前资金运转比较紧张。据我所知，地铁项目在鹿岛马上就要启动，这个机会绝对不能错过。资金方面我会来想办法，你们不要懈怠，继续跟进。散会。有钱你就可以目空一切、无法无天了吗？我告诉你，你的钱不是你挣的，是你爸爸挣的，你爷爷挣的，你哥哥挣的。你不但不感恩，你还飞扬跋扈。你应该感恩你现在拥有的一切，应该有一颗敬畏的心。说你是小黎叔的妹妹，我真的一点儿也不敢相信。你哥哥身上的优良品德，为什么在你身上连个影子都看不到？
怎么就不是你未婚妻了？4年前我去日本之前，你怎么跟我说的？我说什么了？你说只要我乖乖的去日本留学，乖乖的把那4年读完，不打扰你，不烦你，我一回来你就娶我。我说过吗？你要是没说我干嘛去日本呀？还一去4年。毕业证在此，4年我读完了，现在我回来了，你别想抵赖。4面楚歌，10面埋伏呀。你说你是欧阳的未婚妻是吧？如果这是真的，我真的替欧阳感到悲哀。没有人教育你，我教育你。走开！里边去！让开！让开！你们干什么啊？你们是干什么？好家伙，找什么人吧？你干什么？你这是犯法，你知道吗？你干什么？你干什么？又来了？小雅，哎，别动啊！小雅，你给我回去，这跟你没事。这大人之间事，你赶紧回去，听没有？小雅，你给我回去听话。来。哎，你干什么？吃什么杂货东西啊？别杀了！你们别走开！李东啊，这是我的女儿林美雅。哦，你就是林美雅，很高兴认识你。我叫李东，是对面小饭馆的小老板。以后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招呼我，好吗？谢谢，谢谢你，李东哥。哎，差辈儿了，差辈儿了，你怎么能叫他黎东哥呢？他是我刚认的小兄弟。要不这样吧，你就叫他小黎叔吧。好，我看行。那以后你就叫我小黎叔好吗？谢谢小黎叔。不客气，林美雅。这天怎么这么热呀？大爷，这菜市场离这儿远吗？这林美雅买菜一般需要多长时间啊？
她有男朋友了，人家从小一块儿长大的。欧阳，你们怎么来了？啊，我今天来是想请你吃个饭。请我吃饭？那怎么？救命恩人请你吃饭，你还不乐意啊？哎，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。你是有什么事儿找我吗？哎，也没什么大事儿，就是想跟你聊聊你前男朋友陈哲的事儿啊，顺便想正式的邀请你当我的秘书。当你的秘书就算了吧，不过陈哲的事情还是可以聊一聊的。你等我一下。王爷爷，这些菜放在这儿了啊。走吧。走了，王爷爷。哥，再见了。但愿下辈子我还能做你的妹妹，请你好好照顾咱爸妈，替我跟他们说一声对不起。往这个，塔瓦菜，好。你怎么没吃啊？我吃什么呀？你们俩都快把碗吃了。展龙，你给他要一份去。行了，别吃了，大碗拿。哎，说吧，什么？你不是说要跟我说陈哲的事儿吗？陈哲的事，我一会儿跟你说。我先跟你说另外一件事。你不是要来我们公司吗？那你去研发部，跟当我秘书有什么区别啊？而且当我秘书有很多好处的，你知道吗？很轻松的。我学的专业是美妆产品研发，我为什么要把自己的天赋和实力浪费在给你端茶送水、送文件上面呢？好，那你跟我说一下，我们公司的产品研发部在哪？等我去上了班，自然就知道在哪层了。哪层？公司的产品研发部根本就不在本市，你不知道啊？不在本市啊？你看，我就说你傻吧。产品研发部难道人事部没有告诉你在苏州吗？你从欧洲回来就是要好好陪陪你爸的，对不对？你就这样去了苏州，那跟欧洲有什么区别啊？是不是？干嘛？你不会蠢到认为连这事我都在骗你吧？那谁说的好啊？回正题，说陈哲。好，说陈哲。你看啊，你跟陈哲20年的感情，你这才回来多久啊？就这么不明不白的分手了？你真的甘心了？我就是觉得吧，20年的感情啊，人生能有几个20年啊？再说你们两个又是从孤儿院一起长大的，就这样的感情基础，你真的就相信他所说的？干嘛啊？不是你让我说陈哲，你干嘛呀？啊！你
别着急嘛，我找你了。哎，没事没事啊。求你了，别这么。薇薇，你能不能不要笑？到底出什么事儿了？告诉我。哥，我真的不想活了，你也不用劝我。事已至此，你就让我去死吧。什么叫不想活了呀，薇薇？你能不能不要胡说八道？你别吓我好不好？有什么事情好好说。我现在在去找你的路上，有任何问题坐下来咱们好好聊聊。出了什么事儿，哥都可以帮你解决，明白吗？不许胡思乱想。喂，薇薇，薇薇。哥，我真的累了，不想说话了。不行，不许挂电话，跟我保持通话，听到没有？薇薇，薇薇。